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它目前的纳指是不是也在调整？只是调的不明显啊，也有下跌啊，也有阴线啊。但是标普呢就明显一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缺口方面啊，就本次上涨的时候，底下的这个缺口是同步的。注意了，这个缺口是同步的，就是前期大选之后，是吧？像这个缺口是同步的，你有我也有。好，那么像这一个缺口呢，是不是大家也是有的呀？但是后面是不是都被回补了？都被回补了，好，都有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而后是不是上涨时都把这个跳空缺口都给回补掉了？所以整体当时这一段区间内，指数是同步的，就你有的我也有啊，你是高点的啊，我也是高点，你下跌呢我也下跌，所以这个呢是两指数是同步的，没有分化。而在近期的上涨，是不是开始有所变化？是最近才分化的吗？不是的。之前就有所分化了，什么时候开始有所分化？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看到这里，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灰色的块块，这个块代表什么？是不是一个缺口？好，正常来讲，我们说纳指有的，标普正常也应该有啊。你见高点，我见高点是吧？你有缺口，我也有缺口，你涨得好的时候，我也涨得好。但是你看到这一天啊，下方的一个标普是没有缺口的。从这一天开始，市场已经有了一些强弱的变化。从这一天开始，已经有了强弱变化。从这一天开始，已经告诉你了，纳指这边的资金呢流进会更加积极一些，更加强势一点。然后你看这里有缺口吧？好，底下是不是也有缺口啊？标普也有缺口。但是问题呢，在这个地方股价下跌的时候，就是这一天啊复线的时候，阿哲跟大家去说纳指复线的时候，这一天纳指复线的时候呢，它下方的一个标普是直接把前面的缺口补掉的，而纳指是没有回补的，这个缺口还在这里，是吧？从这里开始，以及这根阴线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纳指的资金是比标普强的啊，这是一个已经开始分化的表现。好，那么走到现在，就是纳指还在创新高呢，标普呢早就是高点了，是吧？好，我们说这个标普这里是不是一个防守阴线啊？高点是不是没有突破啊？而这个纳指呢，是不是一个负线啊？负线之后还能突破啊？所以两指数目前就是一个分化。缺口的话，你是看高点，就是最高和最低嘛。缺口一般就是没有价格的一个情况，缺口就是一个加速的现象啊。两个高低点之间啊，它没有任何重叠，这种就是一个缺口。正常任何一个软件，你打开这个缺口指标应该都会有的啊，就是没有被回补的缺口。好，所以你会发现的是，纳指下方有3个缺口都没有被回补啊，而标普呢下方就只剩下短期的一个缺口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证明了市场在调整？一个呢是在上涨的震荡，一个呢已经走了一个下跌的震荡。好，所以目前的市场就是一个上升当中的顶背离现象。那顶背离现象，大家能不能告诉阿哲，目前有选择方向了吗？是选择向上呢，还是向下呢？是持续流进科技股的资金看对了，美股后面还能继续走牛，这里还有行情，还是说当时曾经先提前离开的离开这个道指的罗素的，离开标普的人是对的？现在能够看出谁对谁错吗？目前的市场有选择方向了吗？如果你觉得有你可以再次回复个 yes， 没有的话回复一个 no 你想想目前的指数有没有出现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方向，有没有选择方向了？如果觉得有的目前方向选了的，你可以回复个 yes， 没有的回复个 no。是不是目前没有很明显的方向选择？我们说方向选择一定要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吧？那目前呢都还在震荡，哪有变化？是吧？目前这个背离是不是还在保持纳指还在涨，其他的指数还在跌，是不是背离还是保持的？你说要有选择方向，是不是至少要有一方有明确的胜利了呀？就是你确实看对了连一个散户来了都会告诉你看对了。你现在是一个机构在博弈，就机构呢有所分歧，那么谁对谁错还没有明确的分辨，还没有胜算。如果这个地方是纳指
在买进科技股啊，还在抬高科技股的那群机构是对的。那么接下来的表现应该是道指、罗素以及标普再次的止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标普这里应该创新高啊，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标普这里呢应该创新高，道指呢应该止跌啊，应该止跌。关于这一点，我们这位同学你可以去找到助教老师啊，你可以去找一下助教老师咨询。好，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啊，就是当前谁胜谁负呢？最明显的就是你看一下标普这个高点，标普的高点如果能够在下周啊出现上涨的突破，那么方向性的选择一定是向上的，因为它这里会告诉大家，这个地方的科技股它的上涨是对的啊，买进纳指的或者说还在持续看涨纳指的那部分人呢，他确实没有看错啊，方向性是对的，确实后续美股会看涨。只要标普这里出现了一个上涨创新高啊，再刷新一个高点就可以了。那么市场的一个分化资金呢就变成同步了啊，目前可以继续看涨啊。当然这里最好叠加一下，像道琼斯和罗素最好是止跌的啊，是止跌的。好。那假如这个地方如果其他的指数还在下跌，它没有创新高，而纳指它不能够在下周继续上涨，继续新高，也就是说这个背离它开始变化了，纳指开始走弱了，要么就标普开始走强，要么就纳指开始走弱。好，两个选其中一个。如果纳指开始走弱，而其他指数保持走弱，那么合力就是向下的。那如果标普走强，纳指保持强势，那么合力就是向上的啊。至于道指、罗素那些必然会在向上的时候出现止跌啊，能够明白吗？啊，听得明白的可以回复个 OK 啊。就是这一个方向性目前没有判定，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去判定啊，很快就会出现。你说会一直背离吗？啊，就是你一直在涨啊，这个纳指一直在涨啊，这个标普一直在下跌。啊，你说会保持一直背离吗？可能性特别小，不太可能啊。基本上没有见过啊这种一直背离的，现在已经背离2周了，背离2周已经是比较长时间的背离了。背离2周的情况下，一旦合力，那么市场后续还能够至少有2周以上啊，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方向啊。就这里的方向一旦确定后续的方向它就不是短期的，它很多时候呢会保持一段时间，是吧？好，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谁走强谁走弱啊。如果标普依旧保持弱势，而纳指顺势走出下跌的话，那么基本上方向的合力大部分就是向下啊。基本上板上钉钉的就是纳指那一部分资金呢确实是往跑了，没有走得慢了。好，所以我们就到时候看一下这一点就行了，关于当前的分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今天的一些技术方面的其他的一些分析。刚才我们说的是观察市场，是吧？就目前的市场怎么去观察，你可以用这个分化的角度去看一下，它何时把分化处理完了，那么方向性就又会有一个明显的上涨或下跌出现。那个时候呢，要么就有明显的利润，要么对你来说呢就是明显的亏损，或者说获利回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另外一个情况啊。刚才呢我们讲了一个缺口的问题，就是股价的比如说今天的最低价和昨天的最高价是分开的，完全没有交集啊。我们说这是一种加速的现象啊。为什么它是加速啊？你想想嘛，你昨天的最高点买进的人今天开盘它就已经有了很多的盈利。那么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昨天哪怕你是最高点买进，你都能赚钱，它是一种多头极度强势的表现。就哪怕昨天是追到最高点的，你今天开盘也是赚钱的。好，说明它是一种多方极度的强势的一种情绪是多头力量的加速你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你今天你想要再以昨天最高的价格去买，你都买不到了。就昨天的价格最贵，你说我今天想用昨天的最高价去买入今天的股票，你已经买不到了。就今天呢，已经是跟昨天完全不一样的市场，所以这种缺口的出现，就是一个多头加速的表现
而像这种呢，你说我昨天是最低价卖出的，我会不会割到地板啊？昨天卖出之后直接就反弹起来了，那这一天我会不会割到地板？你会发现第二天，哪怕是昨天最低价才卖出的，当天最低卖出的，第二天也要庆幸了，还好卖出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观望的情绪更浓厚啊？多方都不敢去买进，而空头是不是更加的强劲你昨天说我哪怕是最低点去做空的，我今天我也是大赚一笔，那是不是空方的情绪会高涨？那是不是一个空方的加速信号？所以当股价2天错开没有任何交集的时候呢，我们说这是一种单方面的某一趋势的极端的加速行为这种加速呢不一定是会保持，但是它这种出现确实大概率后续某一方力量是占据绝对的优势压倒性的优势，这种是缺口，我们说它是一个加速，也是一个支撑也是一个压力。好，那么反过来，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好，目前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连续有2根 K 线它的整体价格的范围都不怎么超过这根阳线那么像这一根阴线，它的所有价格都在这根阳线的实体之内。好，那么请问它和缺口是不是2个极端的反应？缺口是2天的价格完全没有交集，你昨天的价格是绝对买不到今天的筹码，或者说你昨天的价格你是绝对卖不出今天的股票所以呢或者说昨天的价格今天是绝对没有人买的这个股票它呢跟之前的就完全不一样了。这2根 K 线代表的是你昨天的价格和今天的价格完全高度的重合，就是昨天的市场氛围是怎么样的，今天大概率是如此的，而且可能还不如昨天，整体是一个相对的徘徊市场迟疑，方向不定完全多空之间达到了一个权衡。好，它是用这种现象，它和缺口是一个完全的反义词，而在九田战法当中，它的名称叫做运线当然呢，也有人称它为包线、反包线都没问题你只要知道它的内在含义就行，是一种市场的停顿的表现。关于运线呢，阿哲有很长的时间没有讲了，至少有1个月没有提到这一个运线的内容了。现在有同学还记得吗？如果你还记得运线出现之后怎么看的，你回复个6，还记得的回复个6。如果你说我已经忘记了，或者说我是新来的同学今天刚到刚听刚订阅阿哲，你可以回复一个8回复个8，忘记了还记不记得这个运线的内容？阿哲已经是有1个月没有讲有同学怪兽旅馆应该是最近才关注阿哲的所以呢可能之前没有听过这个内容，是之前在10月份的时候应该是10月初的时候，9月尾的时候有讲过，而后就很少讲了因为这个后面的市场不怎么出现运线、包线这种情况的出现，一般意味着市场是走了一个停顿停下了当前的脚步。但我们会发现之前的市场大部分情况下是什么？单边上涨，单边下跌所以就比较少见少见。